过接下来节目我来看到的是这个国际局势的部分哦。现在呢，这个阿根廷的新总统，哇，他其实讲话也蛮呛喽。他直接上台的时候就说什么，他不跟共产党打交道。那现在呢，中国其实也不忍了，他就直球对决，外交直接直来直往。他就说，如果中国跟这个阿根廷断交的话，将会是阿根廷外交的重大错误，直接回击到阿根廷的说，你们如果不跟我们继续交往下去的话，如果是断交的话，就是重大的外交错误。那现在呢，大家看到说这个以哈冲突，其实习近平也非常关注这个东西哦，甚至他现在提出了3项当务之急，希望能够立即停火止战。习近平怎么说呢？说现在希望的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就是落实2国方案哦。那金砖国家呢，就以哈问题呢发出正义之声，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那同一时间呼应呢，包括了像是普京啊，还有伊朗的总统莱西也呼应这个习近平的喊话，普京就说了，没错，现在当务之急呢，就是希望能够实现真正的持续停火。那伊朗总统怎么说呢？伊朗总统说，呼吁金砖国家的成员承认以色列政府以及军队为恐怖主义。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可能即将要加入金砖国家，所以他现在表态呢，坦白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背后在努力是谁？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在1天之内呢，多线来做斡旋哦。直接11月20号的时候呢，习近平通了电话给马克宏，说一起来避免以巴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那同一天呢，甚至变成怎么样？变成说，伊斯兰国家联合代表团的第一站呢，就跑到了中国北京去了。说，王毅也有善意回应，他说，外交停火这个停火并不是外交辞令。另外，到了隔天之后呢，金砖就开了这个视讯会议，习近平就在这里。那希望可以看得出来，目前中国大陆呢是极力希望说，以巴冲突能够停火的一个情形。那现在大家都说了，这个北京现在更积极的干预这个以巴战争，团结当中呢，要在中东找寻抗衡美国的力量。有几个部分呢，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包括了阿拉伯的外长团呢，现在把中国当作第一站。那阿拉伯的媒体形容了这个中东峰会呢，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国抱有多大的期待。他们相信中国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个冲突，甚至可以解决这个以巴战争。另一方面，大家也在分析说，中国要解决这个战争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策略呢？在战略上呢，是可以对美国的施压来进行制衡，使得处于多面的灭火，而不能在以巴冲突中完全支持以色列。中国对于中东的局势会做的比说的还多，这是不是在打脸美国呢？第一部分我们来看到的是说，中国现在也加大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挑战美国的中东政策。现在习近平呢正在利用加沙冲突将中国描绘成这个穆斯林世界的一股稳定力量，迅速取代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那现在是不是以色列真的已经扛不住压力要停火呢？我们看到以色列跟哈马斯已经谈成停火4日的协议。那现在哈马斯领袖就是说他们是乐观其成哦，因为现在传出说呢，40国的上千艘民间是民间发动这个船，现在要施压以色列。怎么讲呢？要来突破以色列的海上封锁，40国的根据1000艘的船在集结土耳其，要前往加塞来阻断以国的国际贸易哦。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其实非常的清楚，也非常明显。土耳其的外海岸现在聚集的这1000艘船呢，准备前往加沙，试图破坏以色列的海上贸易，甚至怎么说这当中呢，这些船只也会悬挂像美国啦、英国啦、卢森堡、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波兰等国家的国旗。所以看出来，现在大家都希望能够停战不要再战争了。那回过头来想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现在可能要在中东局势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角色？对，在中东局势里面中国大陆一开始这个以哈冲突的时候提出几个主张，是第一个就是立即停火然后不要去伤及无辜百姓。对于所有的对于无辜百姓的伤害都要谴责，所以谴责哈马斯也谴责以色列这个中国大陆都是不赞成，只是没有点名，但是也就是说呼吁不要伤及无辜百姓，立即停火，政治谈判，接着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2国方案。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个国际社会都支持中国这个主张，连欧洲的法国还有欧盟的外交部的部长他们也都站出来，都支持这个主张，多数都已经支持中国。对，那也就是中国大陆在这一次中，它占有了这个国际的话语权。相对来讲，美国失去了国际的话语权，美国在国际间被孤立了。是，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一旦
这种越来越被孤立的时候，尤其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于美国的过度偏袒以色列非常愤怒的情形下的时候，这个对于美国的外交人员他们的安全会构成威胁的。所以美国的这些国务院里面很多的官员据说有上百位的官员，他们已经直接越级报告了，也就是直接批评美国的这个政治决策是错误的。是因为布林肯后来也承认了，所以布林肯要设法安抚他国务院内部里面的这些常任文官对于他们这些政治决策者、政治任命的这些外交部部长的不满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来讲，美国内部里面的常任文官对于他们的政治任命的人，他们的不满也给美国施加压力，然后外部的社会中，美国被孤立，他们越来越寸步难行。以色列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他的杀戮越来越多，杀到13000人、14000人，其中有6000多人是妇女跟孩童，甚至一个婴儿在医院里面死去的时候，坦白说，整个国际社会已经忍不住了。我们看到阿拉伯世界的这一些外交部部长，第一站他们要去访问5个常任理事国，第一站就选择中国大陆，这代表他们对中国大陆的信任，而且他们也希望中国大陆起更多的作用。那王毅回应呢，就是说这不能够只是一个外交辞令，而且要采取行动。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以这个联合国轮值主席安理会的成员国的身份，他目前来讲已经通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人道主义的援助，所以已经责成他们的秘书长开始组织安排，不是说说而已，要对，不是说已经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当天晚上就金砖5国的峰会就打了，那就代表金砖5国已经站起来，大家都支持立即停火、政治谈判。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也回应了，那现在同意第一波的这个停火4天，是交换150位18岁以下的这个被逮捕的巴勒斯坦人，然后换回50位这个被哈马斯扣押的这个人质。那目前来讲，以色列公布的是300个人员的名单，所以第一批先交换150人，第二批再交换150人。那也就是说，以1:3的比例来做人质的交换，再换得4天的停火。但是4天停火完了以后，那么就又开始要开火，所以联合国要抢这4天。赶快把人道主义的援助要送进去里面。是，现在看起来和平才是共识啊。严老师你怎么看呢？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中国大陆也觉得说，他第一个就是说，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领导国家，对于他每次强调他们很重视所谓的发展中我们台湾叫开发中国家这些政治、外交、经济的利益，一定要站在他们这一边所以无论如何，他必须要在这一个和平。这个冲突当中能够希望达成合意，他要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刚好他在这个中东地区还有一些威望就是他跟这个主要的几个国家，包括伊朗、包括这个沙烏地这些关系都还不错，所以能够稍微带领一下。然后也看到他们召开了这个所谓由南非召开的金砖5国的这个视讯会议，其实新的国家包括伊索比亚、包括埃及，他们也加入了，这个另外6个也加入了，所以就表示说，其实整个国际社会，每一个组织或者重要的国家或者区域的国家都想，是不是看能够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因为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人道危机那大家都知道，美国大概没办法单独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必须要有更多的国际社会，包括我自己研究的非洲国家也是一批出来非洲联盟有它的一个立场在推动，那现在金砖也在推动，大陆也有，就是很多国家都在想要推动。那我觉得以色列绝对会有承受到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刚才赖老师提到联合国最近这一次的这个停火协议的，在这个安理会通过的时候，美国只好投弃权了，不敢投反对了，因为美国再投反对又否决了。那大家不把美国骂死才有鬼呢所以就表示说，连美国都希望看到有一个人道的救援。那说老实话，这一次如果说是1:3的话这个换俘我们叫换俘，对以色列来讲是很大的赚，因为过去他从来没有这么低比例，他都是1-2个以色列人要换好多人的所以这一次如果是这样子，那当然他现在也是说只做第一次，如果
后面不满意我们就停了啊，还会继续轰炸、继续攻击，所以也看得出以色列好像还在威胁当中。那到底这个国际社会能够给多少压力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看的。就假使今天大家过去对普丁不满，对不对？所以要制裁普丁，但现在有没有人制裁以色列呢？好像没有真的没有人制裁以色列，说停止禁运。石油到以色列，我们知道中东大部分的国家，除了约旦跟以色列之外，大概都有石油那以色列没有石油，有没有禁运？好像也没有。所以以色列现在有恃无恐，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有国际社会对他制裁过。他有这些违反的行为，但是也没违反人道的行为，违反战争法的行为，但没有受到过制裁。所以你要以色列今天就这样子就范，我觉得很难。所以大概看起来，以色列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战争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把整个加沙拿下来，还是要把北加沙，还是要把这个整个这个加沙变成一个我们叫做buffer zone 一个缓冲区，还是什么？不知道，因为以色列也希望，搞不好说不定川普回来当总统了，就好像当初川普承认这个我们讲的说这个戈兰高地，他从叙利亚拿下来不必还了，就是你的了。那说不定他拿下加沙。这个川普回来当总统也是你的不用还了，没有这个巴勒斯坦人这个领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以色列搞不好也还在看到底这个拜登会不会能够连任成功。如果不连任成功，如果是川普当选，搞不好对他有利搞不好还在观望当中。对，是。那彬哥你怎么看？像那个阿根廷还蛮呛的，这个说不要跟共产党打交道。这个好像跟民进党讲话很好，我们欢迎你跟那个中国大陆断交，跟台湾建交，好不好？来试试看嘛。这个总统能够做的东西其实很有限我讲实在话，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正式上任。等到他正式上任的时候，他会发现他的执政党在参议院跟众议院全部都是极少数，都是不到10%。请问一下，他到底能做什么事？恐怕非常有限。那阿根廷自己本身最大的债主之一就是中国大陆，所以你说你一下要跟他断交，然后接下来阿根廷到底准备怎么活下去？我看是很困难。美国现在大概没什么能力帮他了。美国现在自己走之右处，他也不太可能去拯救阿根廷的经济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当初当然是靠了很多夸张的语言夸张的动作。那在这种很奇怪的环境当中选举获得胜利，可是接下来是真正进入治国的时候，面对现实对，当现实出现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能够履行他在选举的时候做出了这一大堆空头支票？我认为是极度困难的。因为他毕竟本身就没有这个实力存在，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去跟中国大陆断交，我是乐观其成我看看他到时候能够搞出什么东西出来。我看阿根廷恐怕自己人民我希望我们外交部准备好了。对啊，可是我就怕跟他建交之后没多久又被断交我是最怕这一点那至于说以色列的东西，我觉得以色列的目标其实是非常明确，因为他们好几次不管是部长级也好，他们的指挥官也好，其实基本上都讲出来，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加沙走廊全部清空把巴勒斯坦全部赶走。他们其实现在除了对南加沙施压之外，也不断的在把加沙人往西边赶，就是要逼埃及接受他嘛。那埃及如果不接受，那边剩什么？就剩地中海。那你就让他们跳海嘛。所以基本上以色列人是不管以色列人的态度就是，我已经仁至义尽，我没有杀你，我让你走那你自己不走就不要怪我。是，他们态度就是这样。那谁在负责扛这个国际压力呢？抱歉，其实不是以色列，是美国。美国在负责帮他扛这个东西。所以只要美国撑得住，以色列就不怕。问题是美国撑不撑得住？现在阿拉伯国家第一站去了中国大陆，接下来他还要去那个常任理事国都要去嘛，这个压力一定会越来越大。再加上民间组织也开始动员了，不断的动员船只去包围以色列的附近的这些海域让他的贸易出现障碍那就要看美国还能够承受多久。因为拜登现在有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他要连任了，他要为了以色列把自己的连任之路全部断掉嘛，他自己的政府内部也开始引起反弹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停火的曙光当然是好事，可是这个停火不会持久。那接下来就看拜登自己要去权衡了。我觉得叫一个80岁的老人家去伤脑筋这个东西是很痛苦啦，可是他自己既然要做这个总统，他就必须面对这个抉择。但是拜登如果得罪了犹太人，他的选举也很难选，所以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两难的抉择。是，现在看起来压力回到拜登身上了。不过现在拜登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在庆生我们看这2张照片是拜登的81岁生日甚至呢他
在这个生日的会上呢，他也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很难面对我已经满60岁了。他说感觉好像比较年轻一点，我才60岁而已，我没有81岁。另外呢，在他的 IG 上面，在他的社群网站上面，他还抛出像这样子的一个生日蛋糕，哇，这个蛋糕直接蜡烛燃烧啊！他说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看来在我146岁的时候会没有空间插蜡烛，他还可以开玩笑呢。那现在呢，很多美国网友看下去也看得不飒飒，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他说前面的碟子啊，就是你的地狱之门啊，看起来好邪恶。那这个蛋糕呢，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在燃烧当中吗？现在呢，根据美国的民调也说，拜登的老是不是成为他连任的最大问题呢？这是美国的 ABC 民调，就说74%的受访民众认为拜登已经太老不再适任，甚至美国的雅虎民调也有透露说，54%的民众认为拜登已经老到无法履行总统的职责。现在更有民众就说了，当下就直接跟美国官员说了，说拜登呢年事太高，可能会输掉选举。那民主党有没有备案呢？那拜登的幕僚长就说了，拜登就是民主党最强的提名人，完全没有备案。看来拜登要继续选到底了。可是像美国现在面对到的问题就是治安的问题，治安问题非常严重。我们之前谈过这个旧金山，现在要谈洛杉矶的这个 Nike 名店现在变成一个零元购。什么叫零元购？就是你进去就变抢劫一样，你不用买就把东西拿走了。17名恶少呢抢的这个衣衫价值1.2万元，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一样，一到店内呢就直接抢，疯狂的抢。那抢完之后呢，直接绕跑，都不要付钱，而且重点是警察也抓不到人。现在美国治安已经恶化到这样的情况吗？甚至面对种族歧视也是恶化的情况了。像搞得美国的亚裔民众的拥枪率已经增加到43%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数据统计，在2019年到2020年间，亚裔的美国人的拥枪率就增加了43%，而且目前还在持续上升当中哦。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舆论把亚洲人视为疫情爆发的代罪羔羊，再加上最近这个经济还有生活成本的飙升，全美陷入抢劫、入室窃盗的增加也逐渐增加。另外呢，像比较夸张的时候，美国现在看到治安太败坏了，怎么办？直接研发这种防弹自动贩卖机来自保。所以你看，像这样子的衣柜里面都是防弹自动的贩卖机，要民众自己来自保了，不要奢求警察或军队可以保护你，自己先保护自己再说。那现在拜登呢，大家都说了，除了治安之外呢，还有面到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呢，华尔街知名的策略长就曝美国经济的现实惨况。我们看到这个投资的策略师就说美国现在房地产已经陷入了停滞，制造业呢正在萎缩，甚至企业的利润已经成长放缓，失业率呢已经从年初的3.4%上升到3.9%，未来失业率可能每年会持续增加10%，呈现美国正在属于衰退的状况。那现在过去大家说美国的国债，现在外国买家都跑到哪里去呢？的确了，美国尽管今年有新发售了2兆美债，但是呢，外国的需求也没有增加了。过去最大的买家中国跟日本现在应该也不会再买单了，而直接影响什么？就是美国的企业。美国企业大家过去对星巴克印象非常深刻，但现在星巴克好像也被打败了。现在包括说中国的星巴克叫什么？叫做瑞星咖啡，就像这个 logo 一样，现在已经重登王座，大胜星巴克了。因为根据数据统计这个瑞星咖啡呢，已经成功击败星巴克，站稳中国咖啡的第一品牌。截至第2季末，瑞星咖啡的净新开的那个店数呢，已经达到了1485家，那总店数呢，已经达到10836家，平均的月交易量的来客数呢，是来到了4307万，比同期增长了超过100%。所以不管是利润或是家数呢，通通都赢过星巴克。另一个部分要谈到说是3C 电子部分小米呢现在市值大涨了200亿美元那苹果在中国的销售呢，其实出现了下滑危机现在就有这个小摩分析师认为华为呢出人意料的强劲反弹帮助了激增。那中国的消费者呢对本土创新的品牌产生兴趣，而且很多的消费者认为新款的 iPhone 功能没有太多提升嘛，那在中国的销售呢的势头上正在减弱当中。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拜登还在吹蜡烛呢？我觉得拜登这一次不敢扩大他的生日就是主要的不想让人家太关注他的年龄的问题，是，所以他办的是家庭上的这种生日但是还是掩盖不了他81岁的这个高龄。其实我倒认为因为川普78岁了才差3岁，
也不遑多让，都年纪很大，都年纪很大，所以重点不在于他的年龄大小的问题，而是在于他的体态。对，你看川普的体态，哇，这个精力无穷，而且呢，这个连珠炮是轰炸别人的时候还是火力十足而且中气十足本身就是一尾活龙这样子跑。可是你拜登已经不行了，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他的体态呈现出很严重的衰老的现象，而且他的很多的一些动作太让人家感觉匪夷所思了。例如说，特别是对于小孩子、小女生过度的接近，这个会让感觉不舒服了，而且会让的感觉，对，会有点怕怕的，好像怪老头的这种怪怪的这种，那我觉得他好像已经到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因为每一次都会被提醒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可他好像就再度的看到小女生就会开始往前趋近的那样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都有伤，对于美国的国家形象也有伤。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现任的美国的总统，那美国已经在衰败，所以川普说我要让美国伟大，但是川普的4年让美国更不伟大。然后拜登也说我要让美国伟大，那他这3年多以来，让人家感觉到说美国真的衰老到已经到很严重的一个地步。现在的民调，您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74%都认为这个拜登太老了。ABC 的民调对，可是你不要忘了，在这里面支持拜登的民主党的人有56%，也都认为拜登不适合出来选了。也过半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民主党的人，他们一直支持拜登的，他们都说你太老了，你不适合再出来选了。所以我觉得对民主党来讲，他们现在一定是在内部里面严肃的考量评估，如果拜登真的不能胜选，即使他个人很有意愿，而且也说我准备好再次迎接选举，我想他们民主党内的大佬最后还是会看清楚局势，是因为如果民主党又变成在野党，那这4年又坐冷板凳，我想他们不愿意见到。以美国政治的现实面来说，最后可能民调就摆在拜登桌上了，说选不赢了，下来吧，我们已经准备好另外的人选我想这个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贺锦丽，我倒觉得应该是不会因为不会是贺锦丽。另外，我倒觉得美国的经济的问题是这样子，是美国经济的问题现在陷入两难。即使耶伦一直在想办法打气，在吹风，说美国的经济也很强韧，但是其实所有的分析家根据美国的资料都发现，它陷入两难了。第一个，它的通膨一直没有降下来，对，所以联准会一定要升息。可是联准会一旦升息，它的经济会衰退。第二个，它的房地产的空间没有了，因为利息那么高的话，你房地产几乎没有空间了。可是它目前来讲有一大批商品房正要推出来，是，但是问题就在于利息那么高，又没有任何计价空间，那它的商品房目前估计它的房地产会很惨。这是日本央行对于日本的投资者提出来的警告，说你们要特别留意美国的商品房在下一季推出来的时候，明年是完全不看好。那你想，升息，经济衰败，房地产崩，降息，物价上涨，那是不是升也不是，降也不是？所以美国现在面临一个尴尬两难的一个局面。主要的问题在哪里？钞票印太多，美国政府一直不断的税收不足，花费太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扩充，使美国陷入一个很严重的困境。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来请教严老师怎么看拜登的庆生。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前幕僚长这个 Ron Klain 说他还是最好的候选人。那如果他是最好候选人，为什么你今年2月辞职了啊？因为我们不继续帮他跑，因为他是跟着拜登很走，他现在下来以后，现在跑到 ANOP 去工作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是对拜登那么有信心，应该留在白宫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从民主党的角度来看，拜登是击败过川普的。是，那大家都认为现在共和党就是川普，那你今天换其他人，对川普可能输的会更惨。
只有拜登还有机会啊。那另外就是民主党也认为说，那些我们讲说五五波的州，好像川普现在民调好像超过拜登，可是民主党就在赌一个东西，就是上个礼拜这个美国的其中这个奇数年的其中选举，还有一些这个公民投票，就发现这个堕胎的议题啊，即使在红州啊，他们也是这个一般的选民也是反对，就是说这么样子限制啊，还是希望能够合法化啊这些。所以民主党觉得说，我还有一个议题可以打，再加上你说刚刚我们讲了，拜登81岁，川普78岁。这样子，如果拜登今天是跟40、50岁的选，看起来真的很离谱。可是只差3岁多，不到4岁，没有显得这么老。而且拜登这一次在这个 APEC 的峰会啊，虽然走得很慢了，我们大家都承认了，但是就是还会滑手机，还找得到习近平照片。我觉得这一点表示说他还没有完全失智嘛，可以了。所以，那你怎么看说？那现在这个情况来说，那他的优势在哪里啊？他的优势还是就是说，因为大家不放心民主党的自由派上来那现在民主党里头，我们都知道，现任总统如果要竞选连任，大部分的大咖重量级的就不好意思挑战他了。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这个政治伦理嘛，照辈分。对，这是政治伦理，除非你今天自己做不卷了才有嘛。那现在只有一个明尼苏达州的这个Dean Phillips 一个众议员在挑战他，可是这个众议员如果在明年一开头的初选当中，我觉得他只要得超过15%的选票支持度，拜登就要面临危机，就好像詹森总统在越战的时候，他坚持要竞选连任，结果一开出来第一次的那个初选开出来，马上反战票的那个票数就很高了，他就自动决定不选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我们要看到明年就是还来得及啊。现在大家看说，怎么没有人挑战？可是如果到了明年1月底、2月初2个初选，最重要2个初选过了之后，拜登的这个支持度，我们不是说他不会赢，他会赢，但是赢的如果不够漂亮，赢了大家觉得说，哇，你怎么现任总统应该是轻易过关的，怎么会没有办法轻易过关？那个时候就会有人出来挑战。好，我们再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节目最后，请教一下彬哥，你怎么看？像美国零元购的争议，好像还没有止歇。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们难道就要放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不管吗？因为说真的，这个法令显然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是，那你让这些犯罪者逍遥法外，然后难道这样子减轻了警察的负担，真的对治安有比较好吗？实际上，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越来越多的话，会造成居民对生活完全没信心。那这个对执政的政府恐怕也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你也会阻断其他人想要移居来这个城市或者在那边投资，对，都一样会影响到所有的生活层面，感觉很危险呢。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搞了这么久了，难道还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吗？然后我看到一个最瞎的，就是刚刚这个防弹自动贩卖机，这个设计人是不是又搞错一件事情？防弹并不代表防其他的东西这是两回事啊。是。对啊，我们都知道防弹背心它只能防子弹，可是它防穿刺，它不防，穿刺就直接穿进去了。没错，所以我子弹打不穿这个自动贩卖机，我不能用铁棒，用其他东西，不是一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太天才了，对不对？对，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而且你把它全部用防弹材质做要多贵，这个成本要上升到多高？谁买得起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完全治标不治本，而且看起来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但是美国其实最严重的，我觉得还是经济的问题对，你经济的前景如果不能够让人民有信心的话，我老实讲，拜登要连任，你就算很年轻也没有办法，因为大家对你没有信心嘛。现在美国全部人都在等什么？在等就是明年看是不是会降息。如果能够降息的话，大家整个都翻过来。可是问题是，很多人可能撑不到明年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因为现在还有，你不知道明年几月会降息啊？如果到明年4月、5月、6月之后呢，大家还能够撑多久？像美债这个东西，其实今年其实算平稳，但是前年跌了2%多，去年跌了12%多。那今年大家手上还握着美债的人，你就是只能期待明年啊，看会怎样啊？那因为现在在抛售美债的是全世界的共识啊。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您介绍这一节的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研究员严正生严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说，像蓝白河持续在僵局当中，可是我们看看美国的选举是不是能够反思一下我们台湾的选举呢？现在美国的选举市长选举有陷入僵局，两位候选人用这个目前投票是同票相同，不过他们用丢硬币来决定胜负。这个是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门罗市，之前举办这个市长选举，但没想到呢，两位市长的人选得票数呢竟然相同。后来呢，根据这个州法呢是用丢硬币来决定这个获胜者。那我们现在就想问，这个柯侯跟侯柯是不是目前僵局？那要不要参考一下这样的方式来决定胜负呢？因为现在蓝白持续在僵局当中，那旁边人看得很急嘛。现在众人都希望能够蓝白合哦，包括像连胜文呢都说了，他说呢，想弃保都不要想。互相弃保就是被选民一起放弃。那现在包括了国民党的中常会，原本是今天下午要召开的，现在改到明天下午，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再次蓝白合。那包括蔡正元都说了，后面的主战派通通都回家吧，枪口为什么要对着对方，而不是对向民进党呢？另外，郭正亮也说，现在呢解决方法只有一种，就是要跳出民调，还有之前的6点协议的死循环。侯友宜跟柯文哲直接1对1对谈，这样才能谈得成。另外，赵少康也讲到说，现在去扯这些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都是鸡蛋里挑骨头，蓝白合就是两利。那现在呢，各界有在讨论这件事情了。如果蓝白不合的话，就是两败俱伤，就直接说那么简单。说蓝白不合呢，不靠幻想，可以靠弃保超车赖清德。如果在关键的3天两党谈判破局，就是两败俱伤。那关键时刻呢，做出任何的决定，是否都会决定接下来选举是不是会白忙一场。换句话说，如果蓝白不合，现在可能就是垃圾时间了。那现在赖清德看蓝白乱，现在好像胸有成竹，昨天去登记的时候也笑容满面哦。你看包括他现在挂的这个胸前的徽章，现在也成为亮点，高喊说，选对的人走对的路。因为这个胸前徽章是一个猫一个狗，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个人喜欢猫，一个人喜欢狗，甚至呢，现在还抛出了像这样子。看起来很像韩剧冬季恋歌的合照，在网络上也造成不小讨论。那是不是现在民进党要回防到年轻人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知道过去民进党呢自称有很多明星脸啊，我是看不太出来。但是呢，有人说这个萧美琴长得很像谁？很像这个好莱坞女星安海瑟薇，大家看起来有没有像？这个我就不好说。另外呢，赖清德年轻的时候很像孔刘，然后再来还有人说陈菊是这个。高雄人心中的林志玲，这个是大家网友讨论的。另外还有人说蔡依瑜，这个是蔡依瑜哦，年轻的时候18岁的时候，说很像韩国明星啊，演《爱的迫降》的玄彬啊，大家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像呢？自己来做个评断。另外包括了这个林右昌，之前也说很像日本的明星三浦春嘛，看起来民进党一系列好像都还在玩明星脸的动作。那现在呢，赖清德现在也登上了《时代》杂志哦，说不会认同统一的幻想和两岸当朋友，但是你要怎么做？现在大家又要来检视嘛。赖清德说呢，民进党将维护台湾的主权哦，不会认同统一的幻想，但台湾希望跟中国成为朋友，不会想成为敌人。欢迎习近平到台湾，他会准备台湾的美食让他品尝。那现在问题来了，你现在一方面又说没有统一的幻想，你又要邀请习近平来，这有可能成吗？看起来也是死局的一场嘛。那现在联合报的黑白集就说，信赖习近平何必又要买地雷呢？信赖台湾变身为信赖习近平是个黑色笑话。赖导说得很开心，人民只能摇头。如果没有青年上战场危机，那又何必买地雷呢？另外，就各界有分析说，台湾现在的外交模式是不是必须要参考东协模式呢，来平衡外交？主要原因就是说，这个大多数的东协国家都在追求一条明确的道路，他们都需要跟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关系，同时也将美国视为地区的安全稳定武器。那现在呢，东协呢，大多国家都用这个基础外交来作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我回过头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彬哥，你怎么看？现在，大家还是希望说蓝白合了，不要破灭了，否则赖清德真的是不是已经躺着选了？如果能够丢硬币，就赶快去啊！我完全赞成，无所谓、啊，直接丢硬币的。他们喜欢丢硬币、猜拳、把不会还是要泥浆摔跤，我一直都说我都认同。OK， 随便，只要他们能够合在一起就好。但是我也必须很坦白跟大家讲，不会合了。哦，你直接这个直接断言了？怎么合？那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合。我上个礼拜3被打脸过一次啊，但是
我觉得这次我很难再被打脸。这次如果我再被打脸，我之前欠的饮料 double， 对啊，加码，对我加码，没有关系 ，OK 啦，心甘情愿，当然心甘情愿，这都不是问题啦。问题是现在到底要怎么合啦？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到底要怎么合，因为今天大家全部统计学鬼上身，一个找了2个专家来，下午另外一个就找了3个。那请问一下，那明天有人要再找4个专家吗？明天应该最后的机会了。对啊，所以这现在还在吵这个东西就无解了嘛，根本没有意义了。我认为亮哥讲的对，就是如果真的有心谈，那现在柯侯赶快见面，你们见面就双方希望怎么合作，赶快谈好。但是我认为已经不可能了啦。为什么？因为民众党现在已经讲得很明了嘛，就是除非柯政，不然的话就不用谈。那侯友宜这边显然不可能单纯直接接受柯政嘛。那这就是一个无解习题啊，所以你们不要看赖清德最近其实很辛苦啊，他实在忍不住啊，他没有笑到在地上打滚，我都很佩服他的定力，你知道吗？因为就你们自己蓝白自己分裂成这样，就是白白送给他而已啊，他当然很开心啊，所以就跟萧美琴在那边一下猫啊，一下狗啊，一下什么的，还拍美照，对，然后冬季恋歌，现在你觉得有这个味道吗？对，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冬季恋歌啦，所以我是觉得搞这些东西。人家为什么有余暇去搞这些东西，还明星脸，什么像安海瑟薇啊什么东西？因为现在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垃圾时间了，无所谓了嘛，就玩玩梗图，不然打发时间。我之前不是在你们节目，我也直接建议说，如果蓝白不合的话，接下来我们剩下1个月要不要改做综艺节目？因为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谈的啦，就大局已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着急，可是又无能为力的地方。那当然，虽然我一直看衰，可是我还是期待。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开花结果？还有一丝曙光了。对，希望是这样了，那就是只能这样了。是。那至于说这些明星脸的这些人，我真的没办法评论啊，因为我是觉得民进党应该集体去挂号眼科，看可不可以打折。你觉得有像吗？这些像什么孔刘啦、玄彬啦、三浦春马，你们要不要去问一下他们本人做的感想？问一下粉丝。对啊，尤其是萧美琴那个15岁的照片，你确定她那时候只有15岁吗？我真的觉得看起来是不太像哦，所以再说吧，我觉得差距实在蛮大的。那至于说赖清德，我觉得他说他不会认同统一的幻想，那你对跟习近平共进晚餐的幻想放弃了没？你不觉得那是个幻想吗？你对台独的幻想放弃了没？台独不是幻想吗？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啊，不是嘴巴上讲一些有的没的就可以解决的。因为最近这几个，包括中国大陆的态度也好，包括美国的态度也好，包括全世界，现在人家已经最近德国的马歇尔基金会他们才做了一个跨大西洋的14个国家的两岸的问卷，结果就是两地的问卷，然后结果这14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民认为，如果台海一旦发生战争，那提供武器也不是好主意，出兵更不是好主意，他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外交斡旋。就跟现在以巴全世界各国采取的方法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啊。也就是台湾万一真的发生事情，这世界上我跟你保证，所有的国家就是袖手旁观，就等你台湾自己奋斗。那赖清德现在正在把我们带往这条道路上，然后现在还在跟我讲统一的幻想，我真的觉得你要先解释一下，你对台独的幻想现在还存在吗？你还有这个幻想吗？我认为你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东南亚国家当然人家都知道很正常嘛，2只大象在打架，我这个小蚂蚁当然是闪边嘛。是。然后如果这2只大象打架的时候溅出一点果实啊、泥土啊，我能够滋养我是最好。所有的国家当然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考虑。那整个东亚只有台湾选择对撞，选择一边对撞，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自己本来。一个政府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整个国家的人民来讲，你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人民的生存、生命财产安全。可是现在有人就是要把我们带往一条死路，那可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争气，所以就只能被这个非常可能是少数的人，然后牵着大家的鼻子走。这就是台湾人的悲哀，他们正在往一条不归路前进。是啊，我们录影的此时此刻，民进党正在召开中常会。刚刚赖副总统也下了军令状，他怎么说？他说正副总统要冲高票，那国会要过半。赖老师，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如果蓝白合的话，这一切都不可能。
这个对于赖清德也好，对民进党也好，他们只是一个幻想啊。所以如果蓝白一合，我觉得整个蓝白还有非利选民是一个大的胜利，是因为我们离胜利就越来越接近了。那我们可以真正的可以下架民进党，我们也可以让民进党在立法院不再超过半数，是我们台湾的民众可以安下心来，再喘一口气，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坦白说，如果两岸之间真的发生战争，打完后的台湾谁还要来？谁还要在这边住？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对，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您看看在乌克兰也好，那乌克兰我们台湾才36000平方多公里。对，乌克兰被俄罗斯占领的都已经12万到13万平方公里了，也就是台湾3、4倍大，这么大了。然后你想想看，如果台湾你说从头打到尾，解放军不用登陆了，就导弹打完了，或者是打成像加沙那样，打完了以后，谁还要到台湾来？都是伤害啊，都是伤害嘛。那这个就是战争带给台湾，绝对就是输到底。好，那赖清德他们会让台湾输到底的几率是最高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不回到一中的老路，那就是代表他承认过去一直走的都是一个中国。从李登辉，从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那么一直到甚至连陈水扁，是因为他说我4不1没有嘛，一直到马英九，其实都是一个中国的路。那现在赖清德他摆明了，他就是不走一个中国。那他一定是走台独嘛？可是他又没有勇气，又不敢说他要台独，所以他一定搞的是暗独。他要搞暗独，他就一定跟美国人勾连，跟日本人勾连，然后到最后两岸关系一定陷入紧张。有一天爆发了冲突之后，那就一定是战争。战争打完了，台湾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加沙，或者是你所看到的乌克兰的东部。那这个是我们台湾老百姓要了吗？我们不要，所以绝大部分的非利选民他都不要，因此他们要下架民进党，要让赖清德不能当选。那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蓝白合作，因为蓝白合作成功的几率是最高的。是你觉得还有机会吗？我真的是希望韩冰输了。他赔2倍的饮料，我再补贴，你要加码的，我补贴他，我付1半的钱，因为如果能够蓝白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不能够任何一方蓝跟白不能有任何一方说我不选不能蓝的说我现在让你选好了，不能退，不能退，就是蓝的侯友宜不能说我不选了。那就让你柯文哲你自己组团队选到底。对，柯文哲也不能说，那我这次我不选了，我就让你蓝的选到底，因为都不会赢。为什么？因为蓝的需要柯文哲的支持者的票，是柯文哲需要蓝的支持者的票，所以蓝白一合的话，如果赢了，那是最赢，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因为他什么都有了政治资源有了，立法、行政各方面的资源都有。这个对民众党的发展绝对是大有好处，对国民党的发展也绝对是大有好处，对我们所有60%以上的非利选民发展都是大有好处，对整个台湾的大发展都是大有好处，所以这是一个大赢的一个局面。可是如果说今天有一方不选，真的是不行，任何一方都要选，但是任何一方只能够合在一起选。我倒觉得以目前来说的话，我真的是比较倾向于。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2个人关起门来，好好的来谈一谈，谈一谈就是副的权力有多大，政治资源给多少，正的权力有多大，政治资源有多大。虽然宪法保证所有的权力都在正的，但是事实上这是可以双方来谈好的。民进党会抹黑你说这叫栽赃，可是对不起，美国人也是这样玩，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玩。欧洲国家也都是这样玩，所以如果他说这不叫做民主，我告诉你，那你就说美国不是民主，欧洲不是民主，这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好，那民进党的分赃分得更清楚派系分赃派系瞧好，那是派系的分赃分得更清楚，所以真正的分赃政治就是民进党的派系的分赃政治，民进党没有资格说任何一个人。我倒认为侯友宜跟柯文哲2个人就好，其他人都不要在场。
两个人好好瞧一瞧，把所有的权利、义务跟责任都分得清楚，两个谈好出来握手说我们和了，不管谁正谁负，大家都拥护，大家都赞成，我们高呼，不要讲万岁好了，高呼动算。是赖老师真的语重心长呢。严教授你怎么看呢？现在局势？我觉得如果我看就是现在我是做非洲研究嘛，那现在在那个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12月底要选总统，是，那也是跟我们一样，他们就是就是不需要过半数就可以赢得选举，所以现在这个反对党现在正在跑到上比亚隔壁一个国家去开会就是几个重要的反对党候选人，希望共同推出来一个，已经有人退了就是说支持另外一个。是，那我就觉得他们是自己见面所以我觉得就像刚赖老师讲，这个侯友宜跟这个柯文哲是不是我们帮他们安排在什么溪头日月潭两个人就单独还要再讨论不，他们两个人没有任何人，或是那个外双溪大家对，就他们两个人单独谈，不要笑因为以当年谈成就是很多那个这个当年的这个协定，在挪威也是一样，就你把他们放在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一个地方，他们只是提供一个地方给你。到最后两个人没怎么话讲，就真的可以坦诚相见，自然就有结果出来，就会有结果了。没有旁边的人那边增加东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不然真的就要回到刚才你前面第一开头讲的，是不是就用这个好像丢硬币来决定那刚刚你用的是最新的美国在北卡的，但过去像我自己做美国研究，在这个2016年这个希拉蕊跟这个Bernie Sanders 他们在爱荷华州的初选。好几个地方开出来是同样的票，结果呢丢硬币，结果你知道丢了6次硬币都是希拉里赢，那个几率只有1.6%，你想想看，就是等于是1/2乘1/2，就是1/64很低的，结果竟然都是希拉里赢，所以这个丢硬币你说。Bernie Sanders 这样子看了这个结果，大概也很难服气但是也没办法，就是丢得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是不是要丢几次硬币大家才能够就好像做民调一样，你丢1次硬币没有人服气的嘛，干脆把正的跟负的那个权利责任都分好，就好像我们每一次跟别人玩什么都一样，对，就好我们每次跟别人玩5战3胜，就1输3胜变成7战4胜，对，就是一路增加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不如把2个大男人关在一个房间，你们自己去谈不要有任何人再有意见。你们到底心里有想什么？因为确实说老实话，不容易打胜这个仗。就是你看当年韩国1987年在选总统的时候，当年这个卢泰愚上来要选，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就是全斗焕的继承人，这个军方，你这个金大中或者这个金永三，你们2个人合作。一个人一定打赢他，就2个人都要选，就2个人呢得了50几票，50几%的票，卢泰愚36%，卢泰愚当选所以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你不合作就是没有。是啊，这个还是希望蓝白双方还是有一个最后一丝曙光啦，好好坐下来谈，因为时间还有这么一点点时间。